大家好，我是哲嘉，今天来教大家使用 AI 工具下 prompt 生成 UI 设计稿。那今天会使用的工具是 Google 最近推出的 Stitch 加上 Figma， 然后 Figma 内部也有一个工具叫 Make， 也是可以下 prompt 去生成 UI 设计稿。那我是一名前端工程师，工作大概5年。那其实没有画过专业的 UI 设计稿，大概都是用 OneNote 或者 PPT 画一下，表达一下内容。那在实务上，大家也都能明白我想表达的内容，那沟通上都算顺利。现在我们就来介绍 Stitch， 那这个就是它的首页，在 Stitch 点 withgoogle.com 这边。那它目前都是免费版本，不过就是有一些额度限制。那如果用完了，就是要再等。那目前是还没有付费方案。那我猜之后应该是会跟 NT-Gravity 一样，一开始是免费有额度限制，那之后会推出一些付费方案。中间这边就是长得很像 ChatGPT， 你可以在这边下 prompt，然后去描述你的规格。那这个加的按钮可以上传图片，还有 website 的 URL。那右边这里可以去选取模型。然后要注意就是你今天是想要做手机 APP 的 UI 设计稿，还是一般电脑版的 UI 设计稿，这边要选好。那我们先写就是电脑版网页的，然后下这个 prompt， 帮我仿照 YouTube 做一个网页，然后首页的部分每间隔4支影片留一个空间来放广告，然后就是按下 Generate， 那左边就会开始跑，可能会花一点时间。那我就先回去，我之前已经下过了这个 prompt， 那成果就是长这样。我觉得是非常漂亮。那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功能可以操作。这边有个 Generate， 那可以去生成变化版本。那可以调就是什么中规中矩、自由发挥这样，然后自动生成好几个版本之类的。然后想要修改的部分，你也可以打勾，就是 Layout、Color Scan 什么要让它改这样。再来这边有一个编辑的功能，里面有个 Annotate， 那这边就是可以去留 comment， 那这个框框可以框住你想框的元件，然后在这边留一些 comment， 那这个笔就是可以把某个地方圈起来，那套用之后它就会加入对话里面。那会依据你这边留的一些讯息，再重新设计一个设计稿这样。那这边我就把它改成就是我想要2个广告，然后按下套用。那它这边就会开始制作。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变成了2个广告。在 Preview 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不同的装置版本，比方说 Mobile。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平板，那你就可以快速的看它在不同的装置上会排版长什么样子。那这里有个 More， 可以去看它的程式码。不过它这个程式码就是很阳春啦，以专业的前端来讲，这个是根本就不能用了。到这边为止，我们看到它可以很快速生成一个漂亮的设计稿，然后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编辑，再让它下去改。
但是比起 Figma 来说，就是还差太多，没有更多细部的东西可以去调。那 Figma 的功能会更多。那我们现在就把 Stitch 生出来的设计稿，把它转到 Figma 里面。那我知道的话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按右键去 copy as code， 那另一个是 copy link。那我们先介绍这个 copy as code。那它的用法是去选个别的元件，那就会个别去汇入 Figma。那我们先 copy。那来到 Figma 这边，我们点选这个 draft 有个加。那这边有很多种产品。那 design 就是最基本的去生成一个设计稿。好，然后我们需要用它的一个 plugin， 就按下这个 action， 那就是用这个 Stitch Code to Figma。那要找它就是去选 plugin 这个页签，然后在这边搜寻 Stitch Code to Figma， 那我们就去使用它。那在这边贴上刚刚的 code， 然后这边会选那个萤幕宽度。那我们刚刚是用 desktop 嘛，那就选这个萤幕宽度，然后开始 generate design。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背后已经开始在慢慢生成那些 Stitch 生出来的设计稿。好，那它生成完成了。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设计稿上面是有用到一些图片的话，它好像就是有 trouble， 就是没办法汇进来。但如果这个设计稿没有用到图片的话，是可以很顺利进来这样。接下来介绍另一个方法，就是 copy link。点选这边 copy as， 然后选 copy link to selection。那一样回到 Figma， 这次我们要使用的 plugin 是这个 HTML to design。那一样你一开始是没有这个啦，那因为我最近使用过，所以它就会出现在 Recent 这边。那一样在 plugin 这边搜寻。好，那我们选这个。那 import URL 这边就换成刚刚我们复制的连接这样，然后按 import， 好，然后按 add to canvas。好，我们可以看到它很顺利 import 进来了，而且会是整个画面，包含旁边的 chat 它也 import 进来了，是不太需要了。那 copy link 它就不能选单一个这个画面，它就是这个专案全部你刚刚下的 prompt， 然后生成的设计稿都会汇入进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Figma这边就有很多细节可以调，就比 Stitch 在更丰富。那这就是一个专业的设计稿可以使用的方式。以上用 Stitch 加上 Figma Design 这套工作流目前是完全免费，那虽然是有一些额度限制啦。然后 Figma 这边也有出一个产品叫做 Figma Make， 那它跟 Stitch 一样，就是用 AI 下 prompt 帮你自动生成设计稿。那我们现在就来使用一下。我们这边一样是加这边去选 Make， 那这边就有个对话，然后我们一样就是贴上一个 prompt， 一样是跟刚刚一样，就生一个 YouTube 的网页这样，然后让它生成。那跟 Stitch 长得很像啦，就这边一样，就是会有个对话。然后这边就跟讲他在跑什么，
然后就会慢慢生成。那应该要一阵子，我们就等它一下。好，那它就是生成了一个很漂亮的设计稿。不过这边就跟design不一样，你可以看到没办法去再修改细节。我们现在是在 Preview 这个页签，那它这边还有个 Code 的页签，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专案架构就是已经专业很多。如果再套一个 Figma 的 MCP 到 Copilot 或者你的 Vibe Coding 工具的话，就只要耗费少少的 token 就可以去 implement code。那回到 Preview 这边，那在对话这边有个功能，这个按下去，然后就可以选这边个别的元件，然后它有提供一些小工具，可以让你去改一下样式。然后这个功能很好用，就是最右边可以直接去它的扣这边去改扣，那它这边的画面就会跟着改变。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 make 转到 design 里面，那就是按右上角有一个 copy design， 那这个需要付费才可以使用，如果是免费版的话，就是只能用 AI 生成设计稿这样。那等一下我们来介绍它的一些付费方案。好，我们先 copy， 然后回到首页，然后再加一个新的 design， 然后右键 paste here， 你可以看到速度非常快，刚刚 Stitch 会进来还需要一点时间，那这边马上就好了。而且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个设计稿了，我们可以像一般专业的 UI 设计一样去调它的细节。接下来介绍一下 Figma 的付费方案。那它会有3种 seat， 然后这里它是以年费，然后每个月要花多少钱下去算。那付年费的话是打8折，所以如果你是付每个月下去买的话，这边16是变成20。那这3个 seat 有什么区别呢？可以看到下面，最基础的它就只有这2个产品可以用。那 Dave 的话会有这4个产品。然后像 Figma MCP Server 有2种使用方式，一种是你用 Figma 的桌面版本，然后建一个 local 版本的 MCP Server， 然后再让你的 Vibe Coding 工具去连，那这个就会需要付费，就是需要用到 Dev Mode， 所以就是至少要买到这个 seat。那另一种连接方式是连接 Remote 的 Figma MCP Server， 那你不用自己建 MCP Server， 但免费版本一样是会有一些额度限制，那需要额度比较大的话，一样也是要买这个 Dev Mode。那我们刚刚示范那个 Figma Make， 然后要再 copy 到 Design 这边，就是需要买到就是最贵的方案这样。那我这边建议就是，如果你出设计稿的用量不大的话，就是用 Stitch 加上 Figma Design 就可以免费使用。那如果真的用量很大的话，就还是付费 Figma。它的 Figma Make 我是觉得是更好用啊，然后就可以直接转成 Design 这样。这集一直提到 Figma MCP， 那下一支影片就来介绍 Figma MCP Server 要怎么使用。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底下留言。我是哲嘉，我们下次见。